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老范讲故事的新一期直播。已经有人7:14就砍上沙发了啊！这个是鸡蛋灌饼已经跑完步回来了，你这个实在是太健康了。然后我们的今天呢，咱们讲一讲 OpenAI 的红色警报啊，这个还是讲红警的事儿，还是咱们比较喜欢的。在讲之前呢，也先跟大家讲一讲，说这一周，本身的工作确实是安排的稍微有点混乱吧，因为还是要去见一些朋友了，就是我每周还是要抽出一天时间出来去见人，所以呢，有一天就没有更新啊，所以但是呢，我跟这个谁跟土拨鼠做了2期直播啊，一个是讲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咱们的朱雀3号的这个发射啊，还有一期呢讲到了长征12甲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做了2期这样的节目，但是这2期节目好像播的很烂啊，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喜欢看，但是我也能想明白为什么啊，因为第一个国内发射火箭呢肯定没有马斯克发射那么好玩了，对吧？像星舰发射的话，一般直播的时候都有500-600人啊，但是国内发射可能只有50-60人看啊，这个也没什么办法。另外呢，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在用技术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些别的东西啊，这个可能有些人没有那么耐心听，所以就没有听到其中有趣的部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2期节目都是看的人很少。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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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雀这种不等于，不等长征12甲成功，他不敢成功吧？这种事儿呢，我们还是科学的交给科学，工程的交给工程，经济的交给经济，别的呢，这个大家其实想清楚，就是能够去做朱雀的人，也不是白丁啊，他也是有各种关系的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各种关系在进行博弈和相互之间的这种争夺啊，所以呢，不一定哪块云彩就起到作用了所以朱雀就这么上去了。现在对于长征12甲来说呢，也肯定是有巨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只能希望长征12甲就不要忙中出错就可以了，别的倒也没什么了啊。然后本周的话应该，周末会更多的休息一下，因为，太太溜出去玩耍了，所以我就只能，在家里面稍微的慢一点啊，没有人剪片子。但是那个什么呢，叫做前面一直有人在要求我讲一下豆包和这个中兴合作的这个豆包手机的事情啊。本来呢是不太想讲这个事儿的，因为我不想买那个东西，也不想去体验这个东西啊。但是，今天看了尹峰视野讲的相关话题，发现他只是就其中一个点就开讲了，那咱就讲呗。但是这个呢，可能就要到礼拜天早晨放了啊，就是明天想办法把它录出来，礼拜天放。然后其他的话，对，今天还跟尹峰视野讲的，我说你这个话题我准备抄袭一下。还有一个是他讲的 AI 对于色情产业的影响啊，这块呢，也准备稍微的去这个抄袭一下，这是可能这2天要去讲的内容吧。但是应该是礼拜天和礼拜一早上要放的内容啊。但是其他直播可能不是直播，就是会员这周就没有了啊，因为上周是有会员节目，这周实在是更不出来了。好这就是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一周的一个小的更新计划吧。这个太太不在家，这个更新就要稍微的慢那么一点点啊。好，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讲今天的 OpenAI 拉响红色警报，这是全行业的红色警报这样的一个故事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啊。OpenAI 拉响了红色警报，这就是全行业的红色警报。那么 OpenAI 拉响红色警报呢，是 OpenAI 内部传出的一个备忘录，山姆奥特曼拉响了红色警报，叫 Code Red 啊，就是他们叫红色警报啊。这个分为4个等级，就是在 OpenAI 内部，绿色呢叫正常，黄色呢是有点问题的苗头了啊，他们叫黄色警报。橙色呢是已经出现明显的竞争威胁或者产品危机了，核心业务被这个影响了啊，包括份额被抢了，用户流失了啊，这就会引发这种橙色警报。而红色警报呢，就是最严重级别，全公司总动员啊，打破原来的部门，打破了条条框框，老大亲自在这盯着啊，然后而且要停很多的产品，这个玩意儿就叫红色警报。现在呢已经进入红色警报，这应该是OpenAI 创建以来的第一次红色警报吧。那么红色警报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要叫停产品啊，就是不是原来啊按部就班做的这个产品线了啊，有些就要叫停了。现在确定叫停的呢4个东西啊，第一个是广告。其实 OpenAI 的广告版本已经上线了，只是大家没有发现。因为你一旦要在手机上上广告的话，第一件事要干嘛？要在手机 APP 里加广告 SDK 啊。所以现在呢，有人已经把他们的最新版本的 ChatGPT 的安卓版破解了，里头是有广告 SDK 的，也有广告代码啊。广告代码是干嘛使的？就是你跟这个，比如说谷歌呀、Facebook 呀这样的广告主去申请了广告 SDK 以后呢，你会有一个代码，然后所有通过你这个代码展示的广告会在你身上去计费啊，或者说计你的这个展示次数，计你的点击次数，所以它广告代码什么都已经申请好了。但是现在这个业务要停下来。第二个 AI 购物啊 ，AI 购物其实现在在我的 ChatGPT 上已经能看到了。那么以后啊，这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了啊，这个不允许去继续推进了。第3个呢是他们有一个这种 AI 健康相关的这种产品啊，估计应该也是一个变现盈利性的一个产品吧，这个也停掉了。还有呢就是 AI 简报啊，就是原来呢是这个买了 OpenAI Pro 版的这个用户是可以每天早上起来要求他给你发简报的啊，像我这样鬼。然后呢，像我们这种 Pro 版本的呢，像我们这种 Plus 版本的呢是不能有这种简报的，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这个产品也停下来了，所以是4个产品方向叫停。那你既然是全员去进行红色警报的话，后边就是高管每天开会，专门推进各种的改进事宜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员工呢也有可能会临时的跨团队进行调配，就是原来大家都是啊，你是这个广告团队的，你是这个购物团队的啊，那么这些人统统都可以调配起来了。通常这个呢后边还会有一个备注，但是他没有讲是什么呢？就是红色警报后边通常在其他公司里边会伴随裁员啊，或者是叫做嗨抗冻结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不再招人了。但是现在呢，这个 OpenAI 肯定不能讲这个话，因为他一旦讲这个话，这个可能整个盘子就崩掉了。所以呢，他现在只讲到了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做红色警报要干嘛？就是集中精力改善模型。啊，他讲到说，我们要为8亿多周活跃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让每个人都能够定制 ChatGPT 与他们的交互方式。在 GPT-5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生硬啊？我们喜欢 GPT-4O，对吧？现在说别费劲了啊，我们尽可能给大家提供个性化。个性化对于 OpenAI 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实际上叫粘性啊。你像我现在只要是比如说 Gemini 更新了，那我就可能跑掉啊，我是没有忠诚度的，我是没有粘性的。但如果他很懂我啊，有粘性了，那我可能就不会跑。那么现在 OpenAI 说我们增加个性化啊，要增加粘性。你喜欢这个跟你调侃的啊，他就调侃你啊；你喜欢这个有人情味的啊，他给你有人情味啊，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让这个 ChatGPT 跟你个性化的沟通啊。这个你只要是换到另外一个平台上，马上就觉得浑身不舒服那样的一个感觉啊，这是他要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要改进图像生成，
让用户能够创建从室内设计模型到动画照片的各种内容。其实 OpenAI 自己的图片创作这块一直是比较烂的啊，就是它原来呢叫达利，后来呢叫 Imagine， 再往后呢是叫 GPT-4o Image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套的做下来。在前面出这个吉卜力工作室风格的时候呢，还稍微火了几天，但是它的各种细节是基本没法控制的啊。还有就是，OpenAI 真的不在这儿上心思，它到目前为止都不能出16:9的图片，对吧？它只能出2:3的啊，或者3:2的，它能出这个16:9的做不出来。这个是他们真的是不在意这个事情啊。现在说我们要把这块做好了，因为他发现谷歌靠 Nano Banana、靠 Nano Banana Pro 已经大量的把用户拉过去了，说这块 OpenAI 也要继续增强下去。因为前面它出的 Sora 2，热乎了2天以后，到现在已经又过去了啊！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去玩 Sora 2了，因为那个东西也是很难控制的一个东西。那么下面就是要提高模型行为表现啊，要去跟别人打擂台了，要把各种各样的模型送到这种开放的这种匿名竞技场里边去啊，跟大家去比较一下，看看大家更喜欢什么样风格的产品啊，这是第3个要去改进的东西。第4个要提升 ChatGPT 的速度和可靠性啊，因为 ChatGPT 特别是你让它 thinking 的时候还是挺慢的。这个像我有时候会更喜欢使用豆包，因为豆包比它快，它这个 ChatGPT 实在是太慢了，可靠性的话是有的时候 ChatGPT 跑着会卡住啊，这个不是梯子的问题，但是它还是会卡住。那么他们准备在这一块进行改进。第5个减少过度拒绝现象，就是聊天机器人拒绝回答良性问题的这种情况，要把它改进掉。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原来计划12月份准备上线的成人版啊，原来是就有这个计划。那么现在看来这一块并没有被砍掉啊，12月份继续会准备上线。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叫做年龄审查了啊。首先要先确定我们到底是多少岁，然后呢才能确定给我们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像原来 ChatGPT 包括它的画图，包括它的Sora 2的这种这个出视频，都是耻感太高啊，就是你稍微的擦点边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就通通都拒绝了，这个是没法整的。原来他想着说，这个谷歌肯定是耻感最高的一个，但是 Gemini 3出来以后，包括 Nano Banana Pro 出来以后，发现百无禁忌了啊，随便了，对吧？谷歌后来说我们就通通都给你回答，回答完了以后你自己对内容负责任啊，我们不管了，对吧？那么 OpenAI 说那你都不管了，对吧？你这个上市公司都不管了，那我这个新公司还没上市呢，我凭什么给你扛这来呀，对吧？所以我后面我们也要减少过度拒绝现象啊，这就是他们准备在模型方面做的5方面的5个大的改进。现在呢，大模型方面的改进已经在快速的推进了这个看到我的封面了吗？封面是4只企鹅炖着一大锅汤，这汤里头有大葱有大蒜，有洋葱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从一个巨大的汤锅里边捞出大蒜跟洋葱，企鹅兄弟们已经戴着口罩出去参加测试了他现在呢要做的2个模型有一个模型呢叫葱片，叫 Shallow Peas 大概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呢应该会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就要上线就很快就要上线一个新的大模型这个呢是下一代的预训练大模型这块但是这一块上来以后到底能有多少人用上，这个不确定很快就会上来。然后大蒜这个模型呢叫Garlic它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呢是新的预训练和知识蒸馏出来的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模型，这个肯定会更快嘛所以前面那个葱片Shallow Peas 这个模型估计会比较慢然后这个 Garlic 是比较快的一个模型这个 Garlic 模型呢现在正在训练，使用葱片训练的时候的各种错误信息进行后训练，进行信息蒸馏这个应该是在明年1季度发，大概是叫 GPT 5.5
啊，但是具体是5.5还是5.2还是怎么样？比如说下个礼拜的出5.2，然后呢，明年1月2月啊出5.5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现在的匿名模型呢，已经开始去出击了啊，已经去测试了。现在呢，这是一个新常态，对吧？模型发布之前，啊，都会去各种的演练场里边去测试一轮。当然了，它并没有去 LM Arena 去测试啊 ，LM Arena 是一个公开的测试场。现在呢，它去的叫 Design Arena， 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啊，让内部去使用的一个测试场。已经上那儿去测试了。然后测试的时候呢，应该使用的是 Shadow Piece 啊，已经去测了。但是呢，它在 Shadow Piece 里头还分了4个名字啊，叫地企鹅、跳岩企鹅、马卡罗尼企鹅和嘀咕企鹅啊，应该是一个电影里边的4个企鹅的名字，对吧？然后这4个企鹅呢，已经开始测试。这4个企鹅的区别是，给的相应的这种叫做推理额度不一样啊。地企鹅是给了最高推理额度，跳岩企鹅少一点啊。到最后那个嘀咕企鹅是1点推理额度都不给啊，就快速直接出的一个结果，对吧？现在呢 ，OpenAI 内部的代码已经泄露出来了，就上头写的是这4个企鹅的名字，然后是怎么样的配置，他们的这个推理配置是多少，然后现在已经在开始测试了。其实呢，这个 OpenAI 前面也拉过橙色警报啊，去年就拉过橙色警报，最后的结果呢也还算差强人意。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大模型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训练的时候出现问题，特别是很多对齐的时候出现问题，包括咱们去年大家在传，哎呀什么这个草莓模型啊、Q 模型啊，传了一大堆，甚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模型已经这个安全上出事儿了啊，所以当时是拉过一次橙色警报的这个Sora 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也不是非常的顺畅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橙色警报就拉响了。但是橙色警报拉完了以后呢，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啊，就是从单纯的堆参数走向了 O 系列模型，就是推理模型，走到那边去了，算是解除了橙色警报然后在去年的12月份呢，还这个玩了一把炫酷了一把，干嘛？做了12天的连续发布会已经稍微有点飘了他们是从去年的12月5号开始开发布会12月5号发布的是 O1 的满血版，6号发布的是强化微调主要是针对医疗和这个法律方面的。然后再往后一天是 Sora 1正式上线。Sora 1上线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任何响动大家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启发但是也就这样，比 Sora 2这个差远了。Sora 2出来了以后，还是大家好好热闹了1-2个礼拜的，但是热闹完了以后，留存基本上等于0什么叫留存？就是你今天装了软件了，然后明天你还得玩这叫次日留存。1个礼拜以后你还在玩这叫周留存。2个礼拜后还在玩，就是2周留存。现在过去应该有1个月了吧，基本上没什么人玩了现在连这个X 上发这个 Sora 2视频的人也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少了。再往后是发的这个 Canvas 这个其实 Canvas 还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然后呢是发 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的集合，你可以在iPhone 上去使用 ChatGPT再往后是发这个高级语音功能它高级语音原来是只能说嘛在这个12天连续发布会里头，高级语音功能已经可以看到了，你可以让它实时的看到一些东西，然后跟你去进行聊天再往后是 Projects 功能Projects 功能其实也是一个很实用的生产力功能再往后是 Search GPT 就是搜索功能上线以及呢 O1 API 开放。再往后是发布的电话和 WhatsApp 接入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我记得当时是可以摁一个 OpenAI 的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就可以跟ChatGPT 去聊天了或者说你可以在 WhatsApp 上直接艾特他跟他去聊天这个都是允许的。但是这2个产品呢，好像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也没有给它带来太多的用户所以这件事已经没人提了再往后呢是最后一天12天是 O3 和 O3 mini 发布
啊，这就是去年在这个12月5号往后连续12天的这个发布啊。我记得我当时看这12天发布会的时候，还做了节目去讲这件事儿。但是我内心的感受就是 OpenAI 飘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就是 OpenAI 开始挤牙膏了啊，因为它确实当时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对吧？所以啊，这个就拿出一些这种不疼不痒的小功能出来啊，号称我们要开连续12天的发布会。今年就没提这事儿，直接红色警报了。今年呢，其实是从2025年10月开始进入了橙色警报，它就已经发现不对了，对吧？因为在2025年的8月份啊，这个7月份吧，啊，应该是8月份，2025年的8月份，随着 Nano Banana 的发布 ，Gemini 的用户量在快速上升，这个 OpenAI 就已经开始橙色警报了。然后到12月份正式升级为红色警报，啊，什么时候会升级成红色警报？就是肯定是在钱上有问题了啊。橙色警报咱们前头讲了，抢了它的用户了，抢了它的流量了，它就会出橙色警报。那么有人呢，这个也看到了，它现在很多就是现在停下来的这些产品，其实在它的安卓版本，在 iOS 版本上已经做好了，只是开关还没打开。千万不要想着说，哎，这个软件一更新，我就这个功能一上线我就马上能用啊，不是这样的。网站上的东西我可以功能上线了以后，大家马上能用到。但是你如果是 APP 啊，你说我要在安卓 APP、在 iOS APP 上去上这些功能的话，你是要去更新 APP 的。更新完了以后呢，正常情况下是什么？就是功能不打开啊，就是先把代码写在里头，但是开关是关着的，然后在云端再打开开关，这个功能才可以正式上线。它不可能等着说，哎，我这个功能上线了以后，我再去更新版本啊，这个版本更新上去以后，谷歌跟苹果还是要审核的，并不是说你马上能有。所以呢，他们现在已经在版本里头看到这些广告啊、购物啊这些东西都有了。那么现在 OpenAI 就要去思考了，到底是追求诗和远方，还是眼前的苟且，对吧？底层大模型的推进就是诗和远方，创业者这个等会儿啊，四处分散兵力，增加收入就是眼前的苟且。其实 OpenAI 在 GPT-5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怀疑了，它并没有真的去投入大的精力重新进行底层的模型训练。现在大家怀疑就是 GPT-5实际上是拿 GPT-4O 往后的这些模型去进行的后训练啊，继续训练或者是强化学习啊，直接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把 AI agent 的一些东西直接封装到 API 里边去了，或者是加了一些系统提示词进去，对吧？他觉得你可能没有做后边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不做后边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创业者遇到的很多问题 ，OpenAI 自己现在也遇到了。创业者遇到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想在大模型基础上干活，你就必须让大模型的底层架构稳定下来，对吧？如果底层架构不稳定，每天升级，每次升完了以后都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怎么在上头去搭建项目？没法整啊。那么 OpenAI 现在想去增加收入，想去挣钱，你就必须在原来的模型基础上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啊，对吧？去做一些上层建筑，那么它就只能是。在底层让它保持稳定，所以 OpenAI 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原来基础的模型上做各种各样的后训练、强化学习，甚至是仅仅修改一些系统提示词和后台参数，也就这么混过来了。现在大家不满意了啊，因为 Gemini 3上来以后，发现全线领先了，因为 Gemini 3就是从头开始训练的嘛，发现这个已经追不上了，而且要注意啊，就是当你在原来这个底子上修修补补的时候，你这个。肯定这个再往上就比较难突破了，而 Gemini 3等于是直接打了一个底层很强的基础的情况下的话，它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别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拓展，对吧？等于是我底子就做得很好啊，我再拓展出很多新功能来，每拓展一个新功能啊，都会比你这个在这种比较烂的底子上去拓展出来的功能效果要好啊，所以现在。OpenAI 就说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开始训练底层模型了啊，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 OpenAI 为什么会去拉响红色警报呢？很多人说，哎呀 ，Gemini 3出来了，它不行了，对吧？当然还有人说 DeepSeek V3.2出来了，它不行了，也有人想这个跟 DeepSeek 差的比较远啊，这个肯定还是被 Gemini 3和
Nano Banana Pro 给吸引了大量的用户。首先 OpenAI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的用户时长被反超了。像我们去衡量用户数据的时候，我们会去计算什么东西？会去计算你的日新增、日活、月活、周活啊，4日留存、7日留存、30日留存，然后再去计算每一个用户的用户使用时长啊，我们会计算所有这些维度来去算。而 OpenAI 的话，它的用户数或者说用户活跃度有可能还比 Gemini 高啊，但是呢，它的这种用户时长是不够长的，这个是很吃亏的啊。为什么呢？用户时长越长啊，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交易，甭管是给人看广告，还是带人去买东西，你都有可能去实现交易。如果你一个用户上来啊，时长就只有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那么你在这个里边实现交易变现的机会就会变少。OpenAI 上面大量的是短交流啊，很多的活跃用户上来就是问个好，问个天气，然后就走了，对吧？就是一句话聊完了啊，并不会在上面去进行这种很深入的、很长的这种研究啊，这种沟通，他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而像 Gemini 3也好啊 ，GPT 而像 Gemini 3啊，或者是 Cloud 4.5这些模型呢，更多的是这种长沟通。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生产力工具，对吧？用户是在上面干活的，不是闲聊的啊。那么在这一块上啊，OpenAI 可能已经输了。你只要用户时长不够啊，最后变现一定不行。那么用户活跃度一周掉了6%啊，这个对于 OpenAI 来说，那真的是天塌下来一样。Gemini 的周活跃度从7月份的4.5亿啊，涨到了10月份的6.5亿，还没有算后边这个 Gemini 3和这个Nano Banana Pro 发布以后的数据，它现在已经是6.5亿，现在可能应该有7、8亿了，或者7点几亿了，应该会有。它现在这个增长，就是前面这个公开数据的增长是什么？就是8月份的 Nano Banana 啊，这个增长完了以后。这个让很多用户改到了Gemini 上去，所以到10月份啊公布的6.5亿周活之后 ，OpenAI 就已经橙色警报了。OpenAI 的周活呢是8亿啊，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是10月6号 OpenAI 开发者日上公布的数据，算上后边此消彼长吧 ，OpenAI 再掉一些。啊，这个 Gemini 再涨一些，大概率现在 Gemini 的周活跃已经反超了 OpenAI 了啊，所以这个对于一直是这个行业领军公司的 OpenAI 来说，绝对是这个不可承受之重。当然，如果要是从整体生态来算流量的话，那个就属于谷歌欺负人了，因为后边还有安卓、有 Chrome、有搜索、有 YouTube， 还有 Workspace， 也就是 Gmail 这些东西。他现在把这些玩意儿通通都接到 Gemini 上去了。你按这个玩意儿算的话 ，Gemini 现在的这种周活跃可能已经到20、30亿了，这个就完全没法比了，只能算是啊，我们只比较 Gemini 这个 APP 自己的这个周活跃就好了。那么 OpenAI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在讲说明年的收入增长可能是个位数，像这个AI 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都是要成几倍去增长啊，不能说我涨个5%，你哪怕涨个9%，这事儿都不行啊，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在山姆奥特曼说明年有可能就是个位数增长，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他砍掉的是什么？砍掉的是广告，是电商，对吧？他把挣钱的东西砍了，所以明年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增长。像这个。Anthropic 啊，每年是涨10倍的啊，当然 Anthropic 的这个底数比较小 ，OpenAI 前几年也是成10倍或者至少是成2、3倍这么往上涨的，每年这么翻涨啊。这个今年的话，咱们看看涨了几倍啊？去年是37亿，今年的话是150到170亿，所以呢，它应该还是涨了4倍多一些吧。这个是这个 OpenAI 现在的涨幅。到明年的话，这就没法整了。原来计划2026年的收入应该是290到300亿，也就是至少要翻番。但是呢，目前看来比较有难度啊。把这个
广告、购物、健康等等这种挣钱都砍掉了以后很难，现在只能靠订阅费和这个 API token 来去创收了。而且现在很多人在 Gemini 3出来以后，都把 OpenAI 的订阅直接给取消了啊，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很痛苦的。知道 OpenAI 预期到2030年要挣多少钱吗？对吧？现在咱们还算的是150，今年是150到170啊，明年可能是200多一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OpenAI 计划到2030年的收入是2000亿美金，这个你按照现在这样的增长速度来说的话，这后边这个牛皮就吹破了，对吧？这2000亿咋挣出来？它这2000亿是哪来的呢？不是咱们拍脑袋来的啊，是山姆奥特曼讲的，就是我们希望达到谷歌收入的2/3谷歌的收入是3000亿美金啊，去年的是3000多亿美金，2/3的话就是2000亿美金但是这个我估计实现起来的难度就会变得很大，对吧？你想，就算它到2030年挣到了2000亿美金，到2030年之前 ，OpenAI 跟人签的各种算力合同，1.4万亿美金啊，这个窟窿填不上啊，这个差得很老远啊。而且这些合同已经在亚马逊、甲骨文包括英伟达、微软的这些公司的股价里边已经体现过了，人家股价已经涨过了。如果你到最后无法执行的话，这个会彻底崩盘的啊。所以这个现在真的是没法整。OpenAI 一直在烧钱，所以它需要干嘛？继续融资啊！前面软银投了，应该是软银领投了400亿啊，就是不是400亿都是软银投的大头是他投的，但是其他人还凑了一点，但是整个是400亿，它的估值是达到了3000亿美金。后面通过员工老股转让的方式把估值推到了5000亿美金。那你说我员工转让老股怎么估值就上去了呢？他说我这个员工转让老股了，我是按5000亿美金的这个估值来转让，有没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买的话，大家就会承认它5000亿美金的估值。所以现在呢，所有没上市的这些独角兽企业里 ，OpenAI 是最大的一个它是5000亿。这个最近又在谋求一个1000亿美金的融资这个如果融完了以后的话，我估计它的整个的估值可能会接近上万亿美金了。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原来你是老大你手里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牌可以打，谁也不知道你到底藏了多少这个深水炸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些资本就愿意把钱放进来，但是一看，有别人超过你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资本无脑的把钱冲进来的话，就稍微有点难度，而且1000亿美金好大的一笔钱，对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有写过协议，在上头写过这么多钱没干过这个事儿那么这个甭管是对于孙正义来说，还是对于谁来说，这个都很难。像 Anthropic 呢，没有 OpenAI 这么能造也是准备快速上岸、快速跑路。而其他的像 XAI， 其实目前为止还在维持小规模运营，没有正式铺开马斯克的融资能力也是要比山姆奥特曼强很多的因为毕竟人家是世界首富，对吧？这个后边还有特斯拉，还有 SpaceX， 还有脑机接口，还有一大堆公司，他随便东拼西凑一下，抵押一些股份就可以融回钱来。山姆奥特曼是完完全全要靠这张脸去融资的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必须要开始红色警报了玩不下去了。那你说这个 OpenAI 为什么会被谷歌按在地上摩擦呢？对吧？一直遥遥领先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跟大家举这么一个案例吧，就是 OpenAI 呢相当于是推车上山，而谷歌呢相当于是拉车上山就是有一个小推车或者说这个咱们以前用这个2个把的底下，甭管是1个轮还是2轮这种手推车吧。你上山的时候，如果推着走呢，肯定会很费劲；而拉着走呢，会相对来说比较省劲。那你说谷歌为什么就能拉车上山？这个OpenAI 为什么叫推车上山呢 ？OpenAI 的算力都是找微软租的以后他还会去找谷歌租，会去找亚马逊租，会去找 Oracle 租，而且他把协议都给人写在那儿了跟 Oracle 租几千亿美金的这个算力，协议都写好了 ，Oracle 已经把这东西
挂的这个财报上已经这个股票涨过了，对吧？这个是OpenAI 的一个运作方式，而谷歌的话，算力都是他自己的，谷歌云的，对吧？芯片也是我自己造的，然后云服务也是我自己的，全是我自己的，啊，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巨大的压力啊，因为像推车上山嘛，肯定是这个压力要作用在你身上啊，各种摩擦力你都要去克服，对吧？拉车上山的话就会省力很多，所以在这块啊，谷歌跟 OpenAI 就属于真的是一推一拉啊，大家自己去感受。下一块是什么呢？就是 OpenAI 想要进行场景拓展啊，比如说我想去做 Office， 我想去做搜索，我想去做购物，我想去做广告。它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它需要跟微软爸爸抢地盘啊，微软是它最大的股东，而微软呢本来就不希望他来干这个活，就是你把基础模型做好了，剩下挣钱的事我去搞就好了，对吧？我去做 Copilot， 我去做这个广告，我去做Bing啊，你不要去跟我抢，你做基础就够了。而 OpenAI 现在想去拓展这些场景，就需要去跟微软竞争，你需要在微软的这个地盘上把用户抢回来。后来他发现实在抢不过怎么办？他就跑苹果那边抢去了，对吧？我不给微软服务了啊，微软你要做 Copilot， 我上苹果那边啊去做更好的这种服务去了，对吧？这个也是他们之间离心离德的一个表现。微软呢倒是做了一大堆 Copilot， 实现了全场景的覆盖，网页端的、搜索端的、这个 Office 那一端的，包括 Windows 这一端的这 Copilot 都做上去了。但是呢，两边完全同床异梦，你没有办法说，步调一致的行动，或者说我通过新的场景拓展以后，把这些数据收集回来，让我重新去训练模型，重新去进行产品调整，都没法整，对吧？这个各自都惦记着干掉对方。微软说，哎，我把你弄得实在喘不过气来，我就顺势把你收购了啊。这个 OpenAI 想的是，这个我看看能不能做大了以后摆脱你的控制。对吧？两边都揣着这种心思，那你怎么可能这个精诚合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而反过来看，谷歌呢 ，Gemini 是已经进了安卓、Chrome、搜索、YouTube、Gmail 等 Workspace 这些产品都在那儿了，都是自己家的兄弟。最上面的老大已经给了最高指示，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对吧？所有这些场景回收的数据都可以帮助 Gemini 继续前进。这又是一推一拉吧？这个 OpenAI 想去做全场景覆盖，需要跟微软竞争；谷歌想去做全场景覆盖，上面皮猜说一句话，干吧，对吧？这大家就干，谁敢不配合，直接开掉啊！所以这个配合程度也是一推一拉的一个关系。再往后一个一推一拉是什么？就是 OpenAI 是需要不断融资的啊。那你不断融资，你就需要不停的向业界证明自己好牛逼，对吧？这个是 OpenAI 必须要去干的事儿。因为你一直在亏钱，一直需要融资，而且是越亏越多啊，不是说越亏越少。说我到哪天突然扭亏为盈了，没有这个，每年都比上一年亏的更多啊。虽然挣的钱是多了，但是它亏钱的速度比挣钱的速度快啊。这个是现在 OpenAI 的一个现状啊。这个所以它需要不停的去外边作秀，而谷歌呢是自己有钱。对吧？光去年的净利润是1000多亿美金，对吧？完全自己养得起。谷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别跑太快了，对吧？在没有其他收入补充的时候，如果把搜索广告的营收和利润给干掉了，那谷歌会很疼啊。只要你稍微稳一点，谷歌自己挣的钱足够它去拓展算力啊。你像今年谷歌的说我们算力支出是多少？500亿美金，你看去年挣了1000亿。拿了其中一半出来做算力支出，就完完全全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啊，又是一个一推一拉，对吧？一个不停的出去这个化缘啊，另外一个说，哎，我自己有钱啊，左口袋装右口袋，还能剩不少啊，那这个也是OpenAI 被谷歌摁在地上摩擦的原因啊，真的是一推一拉的一个故事。现在其他人呢也出来说风凉话了啊，比如说 Anthropic 就跑出来说风凉话了。前两天Anthropic 的老板CEO 出来去接受采访基本上可以确认 Anthropic 计划是明年上市，他已经跟这个律师事务所签了协议了，就是说准备去做上市，而且那个律所是当年给谷歌做上市的律所给 Airbnb 什么给这些人做不是 Airbnb 是给这个谷歌和 LinkedIn 做上市的这个律所已经签了约了，准备去走上市流程了。
现在呢也开始去找这个做市商啊，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上市你要有做市商的，已经开始展开谈判了。他的 CFO 呢是原来 Airbnb 上市的时候的 CFO 啊，把这些人都凑齐了，准备去上市去了。哎，很多人说，哎呀，上市了，成功了，千万别这么想啊！咱们反复讲过，上市意思就是你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了，后边该稳定发展了啊。当然，对于他们这种 AI 企业来说，所谓稳定发展就是，每年增长个，比如说30%、50%这样啊，你不需要再每年增长10倍了，也不需要每年增长2、3倍啊，不需要这样，但是你每年还是得增长个30%、50%的，啊，你说如果我上市了以后每年增长了个9%啊，就是以个位数增长，这个你的股价也是会崩的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但是总之是过了高速增长期啊，高速增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去上市？因为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地方没法合规，上市你就必须要合规啊，一旦合规了以后束手束脚，因为我是跟着公司上过市的啊，上完市以后呢太痛苦了啊，这个没上市之前公司的财务大概也就不到10个人吧，6、7个人的财务，上市了以后整个财务有200多人，你想这么多财务每天给你找麻烦，每天给你做各种各样的规则审查的话，那业务得多难做呀啊！所以这个尽量这个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就不要去上市啊。那么 Anthropic 如果明年上市的话，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 IPO 啊！官方确认它的估值是多少？9月份融资了13亿美金的估值是，融了13亿美金之后的估值是1830亿美金，啊，这个就已经很高了啊。近期有传闻啊，这个就是微软跟英伟达准备再投资，啊，将估值推到3000到3500亿美金。但是目前呢，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官宣出来。那你说达到多少规模就可以成为史上最大 IPO 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是阿里，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1600多亿美金，第2名就不到1000亿美金了啊，就是上1000亿美金的这种上市其实是很少的，而阿里巴巴这个其实也不太能算这样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原来在香港上了市，上完市退市，然后到美国重新上的，所以并不是真正的 IPO 啊，就是 IPO 叫第一次公开发行，啊，这个已经算是一个2婚了啊，有1600亿，就是能够到1000亿的基本上是没有的。现在一大堆这个没上市的巨无霸啊，在这排队等着上市。最贵的是 OpenAI 5000亿美金啊，这个第2贵的是谁 ？SpaceX 4000亿美金啊，再往后是这个，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字节跳动啊，4800亿美金，还有一个是 XAI 是2300亿美金啊，这都是上千亿美金都没上市了，Anthropic 如果明年不抓紧上市的话，这个就没法官宣自己是史上最大的 IPO 了啊！如果字节明年上去了啊，那他这个事儿就很难超越啊，4800这个事儿还是挺难超越的。Anthropic 的这个 CEO 刚刚出来嘲笑了 OpenAI 叫 YOLO 模式啊 ，YOLO 就是孤注一掷一锤子买卖啊，这个事儿成就过去啊，不成就直接死在这儿。这个模式说我们不按这么玩法。Anthropic 主要是做 B 端的，编程领域绝对的王者，而且不断的推 scaling law， 我们也没什么新技术，就是不停的堆这个规模啊，堆参数，然后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收集了数据，进行继续训练，进行这个强化学习，就干这些事儿他完全不去做 C 端的竞争因为你一旦做 C 端的竞争的话，就是要去吸收这种个人用户。那么 OpenAI 遇到的问题呢，都会遇到你需要跟苹果、微软、谷歌、Meta 这些 C 端的老大去抢用户去，那这个是很贵的啊，这个根本没法抢。然后第2个就是你的很多用户上来就是哎你好啊，然后就走了，对吧？它就会变成这种很短的这种交流和沟通那么 Anthropic 压根就不干这个活。而且呢，这个 Anthropic 还讲了说，我们家从来不去搞什么红色警报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按部就班自己干我们自己活。
红色警报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从谷歌那边继承过来的陋习。3年前谷歌拉过一次红色警报啊，就是 ChatGPT 发布了以后，这个谷歌说我们要红色警报了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对吧？然后啊，算是卧薪尝胆了3年啊 ，Gemini 3彻底翻身啊，那么这回就轮到了 OpenAI 去拉红色警报了。Anthropic 现在正在加速上岸啊，就是我不跟你们玩了啊，我上岸了，我上市了啊，剩下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所有的这个投资人啊，你们都可以直接去卖我的这个流通股啊，你们也都算这个成功上岸了，就完事了啊。为什么很多的公司以这个上市为这个成功创业的一个指标呢？就是这样，因为你一旦上市了以后啊，大家原来甭管是创始人也好，还是投资人也好，拿到的这些股票就都转成流通股了，可以去卖了，对吧？那么就用中国的话说，就可以去割韭菜了嘛，对吧？就可以干这件事儿。所以一定要在泡沫崩塌之前啊，Anthropic 赶去上市去了。OpenAI 的红色警报呢，其实是对全行业吹响的红色警报。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一个独立的行业，最害怕的是2件事啊。第一件事叫什么？叫老大倒下了。大家其实自己能够明白什么叫老大倒下了，就是一旦老大倒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证明了这个行业是走不通的。对吧？这个行业是没有出路的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因为 OpenAI 作为老大，一旦它倒了以后，那么所有人就会认为整个 AI 行业有问题。那么害怕的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老大通吃啊，上来一个老大，然后我从上到下都吃掉，然后我不跟任何人合作，这个也是很讨厌的，因为所有在这个行业里做的事儿啊，做事的人等于就全都被他关在门外了。啊，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创业行业，或者说一个独立的商业行业里头最害怕的2件事啊，一个叫老大倒下，一个叫老大通吃。那 OpenAI 倒下，那么这个行业是完全不可承受啊，这个不能允许它倒下。亚马逊、谷歌啊，也不是谷歌，亚马逊啊，这个甲骨文、微软、软银、英伟达、AMD 啊，都是和 OpenAI 捆绑在一条绳上。OpenAI 其实跟谷歌也签了这个算力采购协议啊，但是谷歌应该无所谓，反正你愿意签我就签给你啊，你不愿意签无所谓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些人啊，一旦 OpenAI 就这些公司一旦 OpenAI 倒下的话，会损失非常非常惨重。那你说咱们换谷歌当老大不行吗？啊，这个就是这个行业最害怕的第2件事啊，老大通吃。所以谷歌当老大是一个比 OpenAI 倒下更危险的事情。这个谷歌自己有芯片，自己有云，自己有模型，自己有应用，自己有生态，自己还能变现，对吧？这个你如果他上来了的话，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大家就可以他就完全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了，对吧？那其他人这个刚才咱们讲的什么亚马逊、甲骨文、什么微软、软银、英伟达、AMD 这些就全废了啊！所以谷歌是不能成功的，谷歌真的在这个行业里是与世界为敌啊。那么现在 OpenAI 为什么它内部发的这种备忘录就直接传出来了啊？是 OpenAI 自己漏的跟筛子似的吗？不是这样的啊。所有这种内部备忘录能传出来的，肯定都是公司允许的。OpenAI 现在的红色警报在干的事情，不是说仅仅是内部调整策略，它在干的事情是在恐吓整个行业，恐吓金融圈。给钱啊！你如果不给钱，我就倒了。倒了以后，你们都得死。所以他在干这么一个事儿。OpenAI 是不是会倒？咱们不去研究啊。很多人又在想说，AI 泡沫到底会不会破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对吧？大空头现在 Michael Burry 是吧？叫这个名字吧，他现在还在这喊说这个 AI 就是个泡沫。你们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泡沫？首先跟大家确认一点 ，AI 绝对不是泡沫啊。为什么？这个你们有谁见过一个泡沫还没破的时候就有大量的人失业吗？以前都是泡沫破了会有人失业啊。AI 是大家正在热火烹油、追加投资、股票创新高的时候，大量的人在失业。既然它已经影响了这么多人的工作，影响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它就绝对不可能是个泡沫。OpenAI 现在干的活肯定是在走钢丝，
但是 OpenAI 里边隐藏的项目应该还是很多的啊，只是需要集中力量把它好好梳理梳理，把能拿出来的拿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短期内 OpenAI 是不能倒下的，英伟达、软银、微软手里边还是有大量现金的，就是 OpenAI 手里现金不多啊，一直是在这个负债前行，但是其他的这些人手里有现金。啊，刚才咱们讲的甲骨文没提他啊，甲骨文手里也是没钱的，也是负债前行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英伟达手里真的是穷的光剩钱了。那么其他已经上了车的人啊，包括那些中东土豪、中东王爷们，也不希望看到 OpenAI 这个老大就这么倒下，也不希望看到像谷歌这样的一个上下通吃、完全闭环的一个人完全站起来，对吧？大家想着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跟中国人过不去？咱们就是号称全产业链嘛，从头到尾我全造嘛，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我可以随时掐任何人的脖子，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谷歌上去也是在这个里头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啊，这就是现在 OpenAI 的红色警报。总结一下吧，OpenAI 拉响了红色警报啊，内部消息泄露，完全就是故意的啊，就是出来吓唬人的，恐吓整个行业啊，必须保住 OpenAI 啊，咱们绑在一条绳上了，我要死，你们谁都甭好好活。啊，应该很快就会有新的模型可以玩了啊，有可能下周，有可能下下周，就是12月份应该会有一个新模型会发布，1月份会有或者一季度吧，明年一季度啊会有更大规模的模型发布啊，就是说整个的会上到一个新台阶上去。那么这个月真正值得期待的东西是什么？OpenAI 的 ChatGPT 成人版啊，这个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啊，不是说咱们一定要用成人版干点什么啊，但是成人版上来以后的话，像 Gemini 啊，像这个Cloud 啊，应该是不会在这块跟它竞争的啊，因为 Gemini 这种东西呢，反正谷歌一直属于是一个清教徒公司啊，就是在什么色情啊，咱们在这块还是比较严格的啊，那么没准成人版上来以后啊，大家就又可以。这个接着奏乐，接着舞了那么好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来看看大家都在提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据说百度大裁员了啊，这天是不是来的有点晚了？不晚，百度大裁员，然后这个谁也在大裁员，联想大裁员，现在把联想已经骂上那个什么了，骂上热搜了，因为联想大裁员的原因是，他们把上海的服务器研发的人全裁了，准备把研发部挪到印度去啊，说你这真的是脑子让狗吃了啊，让印度人去研发这东西。啊，手机铃声有少年感啊，这个还是蛮开心的一个事儿。2倍速正在追看啊，行吧，你应该肯定已经追上了。美国也在裁员，是的，这个现在美国是这个刚刚发布的就业数据烂得一塌糊涂啊，那么12月份降息大概率是跑不了了。而且的话，董王据说是要在，这个不是元旦，就是圣诞节前后去宣布新的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啊，就算是鲍师傅一时半会儿不辞职的话，反正新的人已经有名字了，对吧？他的权势也会被削弱。人被精神虐待会出问题，大模型被过度安全性训练也会出现创伤。GPT 的幻觉问题，OpenAI 过于保守的伦理道德要求是背一口大锅啊！这个绝对是 OpenAI 这个拒绝回答的问题还是很多很多的啊。OpenAI 那个 GPT 热线有一定概率接通后直接挂断啊，我还真没用过，
因为我在国内嘛，你说你用这玩意儿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我一直是它的用户，一直是它付费用户嘛。重新进行底层训练，模型不收敛咋办？那这个不收敛就接着来呗，对吧？你以为他们训练 GPT-4、训练 GPT-3的时候，他就一次就收敛了吗？你这一直训练到收敛为止啊。OpenAI 创始团队能打的走的差不多了，留下的敢做这种高风险决策的人不多了。像伊利亚啊什么这帮人是走了，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留下来的人。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呢，这个谈过一个项目啊，就是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是王者荣耀的主美啊，他后来做了一个新的工作室，想去融资啊，当时跟我聊过。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王者荣耀这些东西，这个做的这么成功，你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反正当时一拍脑袋就做了，而且一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啊，就是完完全全自己就做了，然后就火了。后来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离开呢？”他说：“在里头做也没什么意思啊，就离开了。”我说：“那你现在的这个新的工作室主要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我们不给你投钱的话，你怎么活下去呢？”他说：“很简单啊，就是王者荣耀升级得让我给他画呀。”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都离职了，对吧？为什么王者荣耀升级还让你给他画呢？”他说：“剩下的人啊，或者新来的人不敢动。”因为这个用户量太大，然后呢挣的钱太多，谁也不敢动这个玩意儿。然后呢，你去分析去怎么做，什么方法论都没用，谁也不敢动。最后只能找这个最开始设计的人说你来动吧，然后你来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设计。他说我也讲不清楚，反正我就这么画了，画完了以后效果还行。但是其他人谁也不敢动这个东西啊。你说这个现在这个创始团队走了，没人敢动，就让我想起这故事来了。谷歌扯破了 OpenAI 这个泡泡啊，这个有那么一点点，但我相信 OpenAI 藏起来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追上同步了啊，很久没看直播了，这两天 Gemini 很堵，Gemini 还好吧，有些图它都不出了，给个代码让你去 GPT 出图，哎，这还没有，我现在Gemini 图还是出的很顺利的啊，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最近这个极梦也在升，极梦出了4.1啊，效果还可以。很深入的、很长的研究啊，那么，要么最终被 GPT 编一个答案框住啊，要么最终撞个红框框，而且 GPT 丢三落四的啊，跟他说个大体想法还行啊，一抠细节就出各种情况，是这样的呀。Gemini 训练的就是第一个是超长上下文，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超长推理不出错嘛。GPT 在这块儿确实是不行，因为你想超长推理不出错的前提是超长上下文，你推理的这个步骤越长，你的上下文的要求就越高，对吧？这个 Gemini 是自己有一个叫环形注意力的一个算法，所以专门做这种超长上下文。OpenAI 最大的问题是琴棋书画都失去了艳压群芳的实力，但依旧一点肉都不肯露，甚至连一句出格的话都不敢说。恩客们自然分流了啊！这个现在真正敢说出格的话的人其实是 Grok 啊，Grok 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其实国内的开源模型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来了，点赞啊！微软连 TXT 啊都植入了 Copilot 啊，是吗？这我还真没注意。OpenAI 主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最好的，尺度没有 XAI 好，这肯定要多模态比 Gemini 差，它推理也比 Gemini 差，啊，代码比 Cloud 差，还比开源的贵，是这样的，啊，它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必须要啊关起门来再往前走一走了。Meta 砍元宇宙预算，啊，一水做眼镜的
都要抖了。是的，但是你看Meta只要敢宣布说我砍元宇宙预算，马上股价就涨，对吧？他现在说是要把元宇宙的预算砍1/3，我觉得他直接把部门砍了就算了，把远近这事算了，直接砍掉啊，这个它股价能直接快速上升。只要他接着惦记做这个眼镜，接着惦记做元宇宙，他就始终没死心啊，这事儿就没完。GPT 说话最像人类啊，有语气词，其他 AI 都像是汇编语机器啊，汇总机器。呃，比谁上下文和搜索信息能力强。GPT 说话其实也还行，Grok 说话也挺像人的啊。一首邓紫棋的《泡沫》送给大家啊，这个我还没听过这个歌。OpenAI 没办法赚钱，就会是泡沫。但这个时候他就要做这个艰难的抉择啊，我到底是现在挣钱呢，还是现在打好基础呢？对吧？前面就是已经开始准备挣钱了，后来发现，哎，后路被人抄了啊，底子被人抄了，说算了，我先不挣钱了，先把底子打结实吧。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只要底子结实啊，这个挣钱其实不难。OpenAI 成人版估计还是比 XAI 差很多尺度，这个等着出呗，这个那能怎么办呢？黄仁勋和乔的对话表示非常看好 AI 未来前景，毕竟他是卖铲子，吹得越高，他的铲子卖的越多。对他那个2个小时的访谈我还没看呢啊，等明后天找个时间去看一看。但是我觉得老黄的内容呢，基本上都属于是这个老调重弹啊，他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他不像马斯克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人，他有时候能讲出点新鲜东西来。所以老黄的这种访谈有时候真的是不是那么有兴趣去看。感觉 GPT 会成为大模型界的 MySQL，史山迭代，逐渐失去逐渐丧失推倒再来的能力。MySQL 还是挺危险，MySQL 还是挺那个什么的。MySQL 最后如果不是被 Oracle 收购了，我觉得它还是可以不断的往前迭代的。它比较麻烦的就是被 Oracle 收购了，Oracle 本身收购它，我觉得就是属于保护性收购。收完了以后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再更新了，你们就好好的来买我的 Oracle 就完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反正我是基本上不使用 MySQL 了，我现在基本上都是 PostgreSQL。本来我还很喜欢 MongoDB 的，但是我们家的 NAS CPU 不支持 MongoDB 啊，它只支持 MongoDB 的这个早期的版本，7点几的版本，8.0的版本装不上了，它那个 CPU 里头是缺一个虚拟化的一个功能啊，没法跑了。但是 MongoDB 其实还是挺慢的。百度是真的落后了吗？现在他家有什么业务比较领先？起大早赶晚集，哎呀，这个我觉得他现在之所以进行大裁员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的我想想应该怎么讲啊？应该是亏损啊，就是他上一个季的季报亏损的非常严重，然后呢，他的所有大模型，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没有什么声音了。他其实在最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啊！一开始说开源不行，开源一点戏没有，这个李彦宏还出来天天跟人去怼啊，当时我们还录了节目去骂他嘛。结果到最后说不行，我也要去开源。你要去坚持一直做闭源，你做下去也没毛病。但是呢，它内部的阶级斗争实在是太严格、太严重了啊！这个没法好好的去做产品，也没法好好去做技术。这个百度就没法整啊！你要想救百度的，就是得有这种强势的领导啊，在上面直接一竿子捅到底。而且百度跟谷歌还不一样啊，谷歌是有全生态链的，百度是没有的。百度除了搜索、网盘，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大堆的这种围绕搜索做的很浅层的流量生意，像什么贴吧呀、各种什么百科呀，全是这种玩意儿，对吧？你这个其他的就没了。他也曾经尝试做电商，曾经尝试去做这个什么外卖啊，然后做什么这些东西都尝试做，但是呢，
都没有决心把它做下去啊。那么现在等于只剩下了围绕搜索的一堆的流量变现的这种浅层的皮啊，那他想这转型就非常非常费劲，非常痛苦了。阿里今年又比上年少了2万人啊！2022年裁员被约谈之后，就偷偷裁啊，只有财报才看得到啊。这个一方面呢，它是裁员，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好多的是正式员工转合同工了。就是原来比如我这个项目要做，我有自己的员工做，现在呢我就不让自己的员工做了，我把这些人裁了，然后呢你们在外边组建一公司，我还给你们做，但是呢这就省钱省很多了嘛。等于一把就是把一个项目包出去做啊，他现在很多公司在干这个活这玩意儿都跟华为学的。华为一开始也是，就是华为是最早走这条路的。Cursor 使用者反映啊，这个 GPT-5 Codex Max Fast 快了2、3倍了啊！是的，这个我现在其实也是用这个 Codex 用的多一点啊，Codex Max，但是最近写程序写的不多啊。OpenAI 确实有能打的人啊，但是能打加上创始团队真没剩多少了。这个能打的人，都是打工人心态，等着 IPO 套现离场。如果强推重新训练，但是进度缓慢不达预期，这口锅背下来自己还有多少啊？还得多奋斗5年10年。这个，但是你现在不重新训练这事儿也肯定搞不定，你还是得重新训练。你像Grok 现在估计也在重新训，必须得走这条路。我现在用 Gemini 多啊，GPT 啰嗦的让我受不了。最恶心的是，如果让它简洁回答，不要会废话连篇，它会每一次回答的时候重申一次，它会很简洁，而且会说明是如何简洁，各种脱裤子放屁，好吧？我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我现在是做 GPT 的节目，我就一定用 GPT 来总结；我做 Gemini 的节目，我就一定用 Gemini 来总结。像我昨天做的这个DeepSeek 的节目，我就让 DeepSeek 来总结啊。这个反正说错了，他们自己负责任就好了，这也挺开心的。GPT-5啊，不断被推迟发布，且发布后效果没有吹的那么厉害，那会就感觉它要危险了。其实所谓效果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评分跑上去以后，我们人是没有什么感受的。那位竹美也制造了本行业的史山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呃，其他人反正不敢改，啊，也就如此了。虚拟化可以用软件模拟解决，CPU 报什么，然后这是软件模拟虚拟化指令啊，这个我是懒得跟他折腾了啊。现在是这样，就是有一个 Docker 是这样的，就是它可以把这个 PostgreSQL 模仿成 MongoDB 啊。我装了，但是最近因为并没有很多需要从头写的项目，所以 MongoDB 对于我来说意义也不是那么大了。我之所以原来喜欢用 MongoDB 的原因是，就是我很喜欢它那个整个的逻辑啊，就是文档数据库的这种逻辑架构，以及它后边去做这个管道聚集的这种检索方式啊，aggregate，叫 aggregate，还有这种像这个那个 MapReduce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 MongoDB 里直接做的，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现在我比如说 N8N 跑一跑，在这个 DeFi 里跑一跑，就已经把大部分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呢，直接跑 MongoDB 的需求确实是少很多了。就百度呢臭名昭著的搜索付费排行，一旦大模型问答在国内大规模替代搜索引擎，百度真就危险了。现在在国内，大家有事没事直接问豆包了，谁问百度啊，对吧？而且就算是这个豆包不行，你不还有千问的吗？还有 DeepSeek 呢？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DeepSeek 我查过了，说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这自带流量，哪怕你说我是查的 GPT，我回来我也得说是 DeepSeek 说的啊，这个在国内还是挺有效果的。我是希望 AI 泡沫快速崩盘啊，千万别！AI 泡沫崩盘了，前面失去工作那些人也不会回来了，还会有更多的人失去工作。一次都训练好几个，只有最出色的才叫 ChatGPT 的下一代。就是我相信 OpenAI 手里头就是已经训练啊，或者说已经训练出来的这些模型应该是有一些的啊，就是他手里应该是藏了一些牌的，只是这些牌还没有办法去具体的给大家使用啊，或者说还没有达到他们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标准吧。外包不都是跟日本人学的吗？这个其实日本呢叫劳务派遣啊，这个还不太一样。我希望 AI 崩盘是因为这些 AI 把服务搞成这样，不给开发者机会。开发者现在还是挺有机会的，还是有很多的需求。Grok 5原来说这周更新，我估计应该还是明年一季度吧。明年一季度，从老马近期发布的话来看，马斯克应该也被谷歌这波操作给震撼到了，应该是啊，应该是。但是马斯克呢，他其实是比较聪明的。现在 XAI 整个的人数是比较少的，他整个公司加上 X 的人加在一起都没有 OpenAI 人多啊，所以他这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克制，而且呢，他自己有用户，它可以形成闭环，它还可以变现，有大量的新数据可以拿回来去训练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现在在 Twitter 里头啊，或者在 X 里头直接 @Grok，然后发什么帖，一会儿他就回复你啊，这还是挺好玩的。它的所有的这些图片也好，视频也好，对吧？没有 API 出来，就是让你在里边不停的画，不停的在跟这个 X 里边去这个放图放视频的。而且它这些图和视频呢，确实是让 X 整个的互动这个时长啊延长了非常非常多啊。这块马斯克其实还是赚到了，在这点上，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他玩 SpaceX 的玩法。别人玩这种航天啊，就是发射就是发射，卫星就是卫星，是分开玩。马斯克靠 SpaceX 搞了一个 Starlink，那头挣钱去了，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确实是别人比不了。百度现在已经非常不要逼脸了啊！这个直逼当年周鸿祎的3721啊！这个百度什么时候要过脸啊？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哪个时候要过脸，他不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MongoDB 是 NoSQL 啊，对 PGSQL 本体还是关系型数据库，虽然有支持 NoSQL 的插件，但是毕竟不是主页。这个如果想搞这个 ORAP 的话，其实用 DB Presidio 啊，这个够了啊。这个其实我自己现在写这种东西的需求并不是特别高，对吧？这个我现在属于叫业余程序员，就是有兴趣就去写一写啊，这个懒得动了就拉倒。现在软件转行芯片是不是更加有前途一些？别费这劲了啊！芯片很快整个设计也是 AI 辅助，现在已经变成豆包一下啊，或者问问 AI，没有百度什么事儿了，绝对的。软件开发派遣制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 to G 和绝大多数国企啊，央国企，那反正他们的这个产品就一直是不行呗，因为软件研发派遣制这个事儿呢，是对于整个的软件行业有巨大伤害的啊。这个去年去日本的时候，其实是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的啊，你必须是创业公司自己做软件啊，一旦是派遣制的话，你等于是一堆
从来不用软件的人出需求，然后他们来去给软件进行评判，那么软件就不可能做好，整个行业就会玩废掉。豆包联合这个中兴手机，好吧，这个明天我去研究一下，跟大家讲一期吧，然后礼拜天早上放啊。Twitter 的社群附注功能已经名存实亡了啊！某种程度来说，马斯克替代维基百科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啊，这不挺好的吗？这个继续去做他的真实社交吧。给前面这位兄弟发个小扳手，已经发了。这个我们的新会员已经有小扳手了。麦当劳店员会了 AI，只是变成了会摇薯条，又会用 ChatGPT 的店员啊。这个麦当劳的店员如果会用 AI 以后，可能自己就可以给麦当劳做很多的宣传手册呀，以后可能就不叫麦当劳店员啊，而是这个麦当劳的可能一堆的店长啊，他以后店长是一个店长会给一堆的无人麦当劳店去做这种管理啊，以后会变成这样。就是业余才要用这个啊，是吗？我就没怎么用过这东西。毕竟正经生产环境局限太多了啊，要不老范哪天文艺复兴一把 Fox Pro，Fox Pro 现在还有吗？这东西还活着吗？这个现在有什么样的版本我都不知道了。单纯分析数据不搞这个就没必要了啊。Fox Pro 我是真的用过，我是从 Foxbase 开始玩的，DBase、Foxbase、Clipper 什么这东西我都玩过来的，Power Builder 我都用过。不会让你这个职位升级啊，也不会让你角色升级，这个肯定会把你原来的角色干掉，然后只留下高级角色。软件外包的效果，大家想想前几年的健康码就切身体会了，是这样的，而且健康码应该是层层外包。派遣制就是不用软件的人产生需求啊，让跟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来开发，用户在这个关系里头没有任何位置，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一定会废掉的。工作变更多了啊，这个还在讲上面那个事儿吗？老范啊，现在 AI 泡沫很厉害嘛？我觉得远达不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那么崩溃吧。现在大家都不希望它崩啊，就包括我现在也不希望它崩，还是要再稍微等一等看。麦当劳是大企业病最重的公司之一啊，这就不是那么了解了。他只希望下面的店长和店员执行总公司的决策，保持一致性，连大区经理都没有任何灵活性啊！你有好点子啊，也没处说啊，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这个在体制内太难了啊，用的乙方就算是没有关联企业，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不管项目做的好坏，反正指定是谁啊，就是用谁的啊，是这样的。这种故事，原来我们经历了非常非常多。项目外包和派遣都不一样啊，项目外包和派遣是不一样啊。你说的是外包制，外包不太一样啊。这个派遣呢，还基本上是只有一层，外包你是可以一层一层来的。好啊，那么今天讲到头可能也就是不到200人吧，那么差不多也就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就到这里啦。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讲个笑话，麦当劳的 APP 10年了，没做明白啊！哎，麦当劳 APP 国内这套我觉得还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啊，这个其他国家就不知道了。因为中国的麦当劳是有中国的公司在运营，中国反正人也便宜，他就拍着脑袋做就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大家周末愉快。